在当地时间8月10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爆发大规模内乱，近5000人聚集起来，并有组织地向立陶宛最高行政机构立陶宛议会进发。示威者还在国外社交媒体上放出了自己参与活动的视频画面，从画面中很清晰地看到一群穿着各异的社会活动家聚集在一起，天空中浓烟滚滚，显然这些人正在尝试点燃立陶宛的议会。此外，据立陶宛当地媒体称，示威人群有大概5000人左右，在议会门前的广场上聚集，并建了一个绞刑架，高呼这些议员背叛了自己，是人民的叛徒，要绞死当局，甚至有组织地喊一些脏话组成的口号，要求当局即刻解散，政府机构人员辞职。不过，当局直属的部队也很快抵达现场，双方一度进入对峙状况。据了解，立陶宛这波内爆对于立陶宛这个体量的国家来说可不算小了。按照比例来说，立陶宛人口也就不到290万，而这次内乱的参与人数却有5000人之众，也就是相当于总人口的1/1000。这个比例可能看得不明显，那我们来换算一下，如果是在印度出现这个比例的内乱，那就是220万人参与，接近印度陆军总数的大规模内乱。说是有机会翻盘的叛军都不为过。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为什么这5000人的内乱就敢喊出解散立陶宛当局、绞死议员的主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小国家，立陶宛的陆军规模就5000人，和这次内乱的参与者人数相当，这就真要命了。这也是为何援军在第一时间与示威者碰面就开始对峙的情况。不动用枪支的情况下，就算能打赢，损失也不小，脸上无光之外，更是因为没把握呀。值得一提的是，有我国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希望立陶宛当局能挺住，还蛮想看中国怎么打一套组合拳给立陶宛的。最近一个大新闻是，中方宣布召回立陶宛大使，而且中方还要求立陶宛政府立即召回驻中国大使。一直以来，中方都倡导合作共赢，积极对外释放友好信号。但是这一次召回大使，就意味着两国的关系滑向交恶风险，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而如今造成这一局面，可以说是立陶宛自食恶果。近一段时间以来，立陶宛频频踩上中国红线，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后，立陶宛方面还叫嚣道，即便支持台湾，也能活得好好的。也就是说，立陶宛似乎根本不担心中国可能的制裁举措。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弹丸小国有如此强的底气，敢挑衅的比美国还欢呢？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是立陶宛的生存之道。在欧洲，立陶宛称得上是最反俄的国家，而如今即又在挑衅中国路上越走越远。归根到底，立陶宛就是在紧跟美国步伐，他们紧抱美国大腿，希望以此来求得美国的庇护。可以说，美国的撑腰给他很大的底气。在中国发出召回大使的严重警告后，立陶宛仍然不知悔改，仍然在狡辩，其解释称，立陶宛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谋求同台湾发展互利关系，这足以见得其仍然不放弃在中国最核心利益问题上挑衅的念头。对于立陶宛这样的动作，外界认为这是立陶宛在疯狂表演效忠美国的戏码。反过来说，中方的这一手回击手段仍然不足以敲醒立陶宛，那么我们就必须来点更硬的招式。白俄罗斯日前向中国发来友好信号，似乎在提醒中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将会选择绕过立陶宛，向中国出口钾肥。由于白俄罗斯同立陶宛之间的矛盾，立陶宛停止提供港口供白俄罗斯出口。当然，这其中也有向中国示威的成分在，因为中国是白俄罗斯钾肥出口的主要市场，因此立陶宛关闭港口是一举两得。那么在此时，白俄罗斯总统的这一发言，某种程度上是在支持中国，为中国送来一张绝佳王牌。我国军事专家王云飞指出，现如今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两国交恶，而从白俄罗斯到立陶宛首都也不过才30公里，因此中方可以通过向白俄罗斯出售先进攻击性武器，如高性能火箭炮等，以此来威慑立陶宛。如此一来，中国就可以直插敌人心脏，直接威胁到他们。到那时，立陶宛就会清楚挑衅中国的下场。9号，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在宁夏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正式举行。此次演习不仅是中国首次邀请俄罗斯军队进入内陆腹地参加演习，也是本年度在中国境内举行最大规模的战略军演。歼20、歼16、歼11以及歼轰7轰炸机和轰6轰炸机等现役明星装备都悉数登场。据悉，中俄军演的重头戏是联合军演作战，采用协同作战实施饱和火力突击，以摧毁瘫痪敌方作战体系等。在当前国际局势紧张，中俄两国举行战略性军演，在分析看来，跟美国和其盟友近来的一系列举动脱不开关系。
息。虽说这段时间媒体报道最多的消息是有关中国的军机军舰闯入中国地盘挑衅叫嚣，但实际上美国也没少怂恿教唆其盟友到俄罗斯家门口秀肌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俄两国举行战略性军演也是在回击美国等国家。可就在中俄军演当天，日本军舰却穿越了南沙群岛。消息显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濑户号驱逐舰于9号上午由北向南穿越南沙群岛，一度介入美济礁和仁爱礁。根据路线，该军舰此前一直在印度洋，直到6号穿越马六甲海峡，如今应该是途经南海返回日本。但通过卫星影像，濑户号在由北向南的路程中故意偏离正常航线，可见该军舰挑衅搞事情的意味非常明显。尽管暂时还不能确定日本这艘军舰是否进入南沙群岛12海里，但都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随着拜登的上台，日本越发狂妄，仗着有美国的撑腰，处处在敏感问题上与中国对着干，包括海上如何对付中国。此前还跟英国航母打击群联合军演，同意英国军舰永久部署在日本境内。可以说，除了美国以外，无论是外交、舆论还是当前的军事行动，日本都是介入南海的急先锋，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更激进。此次在中俄联合军演之际，难不成是替美英找回近日在中国丢失的面子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日本简直比美英的头还铁。且不说英国，就拿全球霸主的美国来说，美国如今可没少在军事上针对中国，闯入南海这种举动更是没少干。可哪一次对中国构成威胁、造成威慑了？日本作为美国的马前卒，怎么有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感觉？中俄联合军演，想连就连美国都是有所畏惧的，日本跑到中俄面前来叫嚣，无异于作死。不过对于中俄来说，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可以趁机杀鸡儆猴，中敲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可对于日本来说，一旦惹怒了中俄，要是甩出几个耳光，日本根本跑不掉。届时美英等国是否会帮？换句话来说，是否敢帮？距离英国航母南海挑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英国航母暂时的离开并不意味着挑衅的结束。在英国航母战斗群离开南海之后，其还不忘炒作中国海军同英国航母战斗群的互动。英媒表示，在英国航母舰队离开南海向太平洋海域航行之际，遭遇到了多艘中国核潜艇的跟踪。对于英国所说的这一事件，目前暂无任何消息可以证实。但是即便是中方出动了核潜艇，这不也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吗？远在欧洲的英国军舰都可以跑到印太地区耀武扬威，那么作为域内国家的中国出动核潜艇进行例行演训，难道就不行了吗？更加蹊跷的是，在英国炒作中国核潜艇的几乎同一时间里，美国方面也爆出向印太地区部署3艘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时间的巧合性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英美提前布好的一场局，目的是让美军在印太部署核潜艇这一举动合理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炒作完之后，他们又立马改口了。日前，英国海军方面终于做出了官方正式的回应，称英国海军同中国海军之间的所有互动都是安全且专业的，并表示英国皇家海军无论航行到哪里都会遵守相关国际法的规定。显然，相比于英国海军此前的挑衅姿态，这一突然的转变可以认为是英国海军在服软。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向仗着有美国撑腰的英国突然认怂了呢？他们是看清了什么吗？日前正值中俄火热开展联合演习之际，与此同时，中俄两国也分别进行了一些演习。俄罗斯分析师认为，其中一部分演习很有可能是向英国发出的警告信号。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英国军舰的挑衅举动都十分令人气愤，因此中俄此次演习很有可能是向英国示警，是有一定道理的。更加令人激动的是，俄罗斯分析师认为，一旦中俄联合，同时向英国发动进攻，英国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因为英国舰队将会同时遭到中国反舰导弹以及俄罗斯反潜机的袭击，而这一结果就是整个英国舰队就会在短短的24小时内被中俄消灭掉。此话一出，英国必定吓得不轻，因为就连美国也直言中俄联手将是噩梦，更何况是英国呢？因此英国很有可能是认清了这一点，才选择认怂。